散热真是超级大的进步。那我们竟然没有想到能拍到测到它的温度是往下走，所以后面这个 BC 散热板今年真的是前镜头啦。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解释，就是它真的让你平常在拍摄的时候，它的使用情境真的更加宽广，不管是录影或者是拍照，都有更多的自由性。但必须要说，这个长焦镜头呢，它能不能取代演唱会神机？今年还是那到底谁应该换呢？我们就把它列出来。如果你手上的是，那我会觉得今年真的可以考虑。但如果今年还是要买的话，你想要买到最高 CP 值的话，我其实不一定建议这一支。好，那我们这次3支都有来上手，那总共不一样的型号啦，17。Air 还有 Pro Max， 那我们刚才去把它拿回来，所以非常的兴奋。那今天影片当然主要是要开箱17 Pro Max， 说 Air 是不一样的型号，然后17其实它有非常好的规格，让它跟 Pro 非常接近，很多人就会在这3支里面去做选择。所以我们先快速上手这3支，抓这个手感给大家看一下。但我们今天这支影片的全部的测试还是会以 Pro Max 为主，那我们会有另外针对数字系列的开箱 Air 的开箱，会在其他支影片。OK， 那我们就直接赶快去把它打开上手看看吧。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最后 Pro Max 选的还是银白色，但其实我现在现场看到，我没有觉得不好看，但我觉得现在看到这橘金啊或蓝色，尤其配上很多颗的搭配，我会觉得好像应该选一个比较大胆的颜色。但我们现在就先以这个来开箱。那首先呢，这一次的17系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边框，萤幕边框一打开，我就非常的清楚看到说它的边框真的是超级窄，跟基本上去年的16 Pro 一模一样。那不止这样，它水显萤幕，然后它120 Hz， 然后加上它这个后面的镜头的升级啊，整体前镜头的升级。它的价格带，然后还有它的256GB 的起始容量，真的是非常值得。那上手手感也是，应该是现在是第2轻的一支嘛，第1轻的呢就是 Air。Air 的话，我们一拿上手，其实非常明显，它就是一台完全不一样的机型。从一开始，我们一定会对它的规格有点质疑，觉得说单颗镜头到底说这样的规格比例。市场会不会接受？那这当然还需要市场验证。那但目前看起来买气好像是最淡的一支，因为毕竟它的价格是接近去年 Pro 的价格。但我们上手，我们必须还是要说，觉得苹果的这个工业设计啊，我们拿到手还是觉得非常的惊艳。那这个配色的色调，旁边的钛合金的抛光钛合金，然后加上后面这个雾面的背板，还有这镜头凸起的地方，它真的都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刚才设定的时候，初始设定的时候，我拿在手上那种感觉，这3支在交错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有点在思考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用这支当我的主力机？身为创作者啦，单颗镜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硬伤，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用看，再来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不用超广角，或者用这个比较中阶的这个主镜头，就可以让我完成我平常日常工作。那当然，另外一个大重点就是它的续航力，还是对比其他2支会差非常多。好，那今天的这支影片大重点就是这个 Pro Max。那我刚才很白，对不对？就好像真的放了一个行动电源在后面的感觉。那会不会苹果也会再出一个行动电源，就是专门为了 Pro Max？因为现在 Air 有嘛，其他2支没有。那我刚刚在车上有先打开，我是觉得说这个手感，后面这个修圆弧度的这个感觉，真的上手会让我本来担心这一次厚度的增加的问题，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其实，在其他长手机我们有看过他们做这种圆弧的设计，让它上手的手感变比较轻薄。那这一次苹果因为这个全部用铝合金的关系了，那后面用这样的铝合金包覆把它收得非常的圆。那再接到玻璃，这个好不好看？那大家可以去想了。现在就像 MacBook Air 上面有这个玻璃啊，跟这个金属之间的这个渐层，但是这个玻璃更白了一点，好像光打下去那个颜色差别还蛮大的，银色跟白色的差别。我觉得在强光下有一个小小的吐槽点嘛，就是它因为毕竟是玻璃，玻璃会透光，所以会变成说它在这缝隙相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阴影出来。那会让你以为说它的缝隙很大，但其实你细去看的话，它就是这个玻璃跟这边透光过去的这个阴影，但不是说它没有缝隙啦。我觉得这个久了，不管是裸机，或者说你可能用可容易掉一些灰尘进去，搞不好这边久久还是会有一个污垢。所以它摸起来是会有间隔的吗？摸起来有一点点。哦，对啊，有人用显微镜去看，他说这个每一个缝隙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但它一定要留一点缝隙，因为热胀冷缩，它不可能完全塞很密，到时候玻璃会直接裂掉。我会觉得说，可能蓝色或橘色，它这个缝隙的光影不会这么明显。但不管怎么样，它手感跟重量比先前的这一台16 Pro Max 重了4克。
那上手是稍微有一点点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厚度的地方，因为这个修的比先前还在更圆，所以其实在厚度上你不会觉得更不好握，我觉得反而有更好握的感觉。那这次当然规格的大提升，我们等一下会去直接做测试，不管是它的散热啊，还有它的长焦的镜头升级到4800万，前镜头这次这个正方形的感光元件也是我们等一下测试的重点。那我们实际会带出去做很多拍摄，然后看一下它一天的表现。但是我们马上先进入大家最在意的环节，就是散热的测试。那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再装上手机壳去外面做实际的拍摄。那我们今天非常赶几个小时要赶出这一片，那我们就赶快去做，拜。好，那马上开始，大家很喜欢看这个发热环节。我们从 iPhone 15开始，每年都会测，那一样用 4K 60帧拍摄 HDR， 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室里面拍摄15分钟。那我们也有测试其他厂牌的数据可以让大家参考。那首先，今年的 Google Pixel 10 Pro XL 拍摄 4K 60 15分钟后，正面测到41度，背面测到40.8度。再来，三星的 S25 Ultra 拍摄 4K 60 15分钟之后，正面是36.7度，背面是38.7度。而这次的 iPhone 17 Pro Max 拍摄 4K 60 15分钟之后，正面是39.6度，背面是40.5度。同厂牌对照组的 iPhone 16 Pro Max 去年正面是41.1度，背面是42度。而目前我们测过最烫的数据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正面是48.1度，背面是49.1度。所以如果你手上也是 iPhone 15 Pro 系列，那也觉得你们手上的机型有碰到过热的问题，那这点也有困扰你的话，今年换机我觉得是很推荐。无论是散热的改善啊，或是电池容量的增加，还有这次省效核心的功耗大大降低，都会提升续航还有使用体验。那看到这次 iPhone 17 Pro Max 的背板发热，我觉得是非常的均匀啊，很像我们先前测试 S25 Ultra 上看到的。那可以说这次 VC 均温板真的是很有帮助，但处理器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值得称赞，感恩台积电啊！日本超人气品牌的 iPhone 17手机壳来了，就是 Casefinet。那今年 iPhone Air 本身就主打轻薄嘛，当然就要配上最轻薄的手机壳啦。那目前在日本当地最受欢迎的超薄壳品牌，我有帮大家在 ChatGPT 确认，就是连问 ChatGPT，Casefinet 都是推荐第一名的日本超薄手机壳。整体从它的包装开始，到你拿上手后的质感，装上后可以最完整还原裸机的手感。那视觉上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气质，买新手机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出来。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款 Invisible Air， 完全就像它的命名一样，透明轻盈。那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因为他们使用了他们独家开发的技术 Invic Clear， 可以维持超高透，同时保持长久不变黄。搭配手机呢，可以维持原色的透视感。Pro 或 Air 都可以轻松搭配，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同时呢，又可以做到一定的保护性。那有水晶透和水晶黑两色，绝对是轻薄壳还有裸机派的首选壳。那再来我们看看这款的 Frost Air Ultra， 特殊雾面的涂层技术，不止视觉上质感满满，只要一上手呢，就能感觉到这个亲肤感的柔顺，绝对是你一摸就会爱上的满日本质感。那雾透的材质下呢，也会让手机的原色展现出不同的调性。那它也有冰雪白还有烟熏黑两色。那如果是比较在意长时间使用会有点染色或是泛黄的，那建议可以选择烟熏黑，或者可以选择我们上一款介绍的 Invisible Air。那这两款手机壳呢，都有超级精准的开孔，然后极简无 logo 的设计，让手机本身的工业设计完美的展现。那如果你真的要完全极简呢，他们也有提供无 MagSafe 磁圈的版本，那算是少数还有提供全透版的品牌。同时呢，他们也是日本少数有做 Made for Google 官方认证的博客品牌，全世界也只有9家。所以如果你刚好最近要到日本旅游，你可以直接到Yodobashi还有 Big Camera 来购买。那如果是现在就要呢，我们的粉丝也有专属的，只要买满1200就可以使用的9折折扣码 APPLEDAD100。那10月31前呢，可以享有折扣，还有官方直送免运。那快去留言区还有资讯栏买起来吧。好，大家看完这次散热的表现，应该是觉得蛮不错的。但我觉得还是要实际拿出来做一些拍摄，然后看看它在外面这种长时间使用下面，不管是我们看到拍照的品质啊、前后镜头品质，还有在我们做完这些测试之后，它的手上的热度到底对比其他机型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在棚里面拍摄，感觉在外面出来，我觉得它的萤幕会不会降亮度，这个对我们实际使用上的差距会蛮有感的。那我们就开始去做测试吧。刚刚录影很久，发现一个问题，其实不能问题啦，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进步。我刚才摸的时候，这一次的17 Pro Max，但今天也蛮热的。那摸的时候，它的机身的烫度算是非常的明显。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发热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它实际上的表现，
其实它萤幕降亮度的速度比16 Pro Max 慢很多，所以它其实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户外今天还蛮热的情况下，维持更好的萤幕亮度，拍摄更久。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个机身的热是代表说，这一次它真的有非常多的热能是可以让它排出来。那这可能是铝合金或者它的 VC 散热的原因。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一般用户可能不太要去想这些。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一代的散热可以让你在户外，不管是日本旅游、国外拍照的时候，更长时间的去录影录更久。OK， 那这个是我本来很期待的一个功能，我测试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是直接用苹果手表。那我本来想看他说他可不可以手表上面直接控制我这个宽或广的这个拍摄。那虽然说它显示会跟着去调整，可以看到你直的时候、横的时候它也会显示不一样。但是我本来希望的是你在手表上面就可以直接去做更多的设定调整。那这个目前比较可惜，在前镜头啊，这个比例的调整在手表上面的设定都还没有开启。希望这个应该是蛮简单软体更新的功能。可能你今天在自拍啊，跟朋友在一起拍跳舞啊，用前镜头，如果手表可以直接去遥控，然后又可以直接去调整它的比例跟缩放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方便。那希望在软体更新可以支援这一点。好啦，那我们刚刚测了一轮，那拍了很多照片，我们这边慢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起来的感觉哦。那首先，我们当然今天主要还是讲 iPhone， 那我们就比较多会讲到17 Pro Max 对比16 Pro Max。那主镜头跟超广角镜头有如预期啦，它的差距真的基本上算是没有。那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不管是镜头规格还有感光元件的规格，应该都是一样的。那理论上，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演算法跟这个影像处理上面会有一点色调的差距，但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大部分人可以忽略，因为你不会左右两只拿来做比对。那哪一个好，哪一个坏，这个也非常主观。所以主镜头跟超广角呢，当然两个表现本来就不差，那自然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它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要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呢，这一代跳上来是没有的。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重点当然都是在它的长焦镜头，那不止这次从5倍降到4倍，那它的感光元件也变成4800万画素。那这个有非常多好处，那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拍摄更长焦距，不管是录影或者是拍照时候的优势哦。那首先我们现在讲这个镜头的表现啦。那直接去对比的话，当然它有更多的画素，在4倍，你即使是切到5倍，要跟它一起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照片的细节啊，不管是它对人物的脸的处理，然后还有这些杂讯的处理，那甚至我们在拍到字体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字体的画面的清楚的程度都还是比对比先前还是好了很多。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地方是看到杂讯的处理啊，它应该是处理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其实对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在先前的5倍镜来讲，觉得它处理的还不错。但是我们今天在光源稍微暗一点的地方，它的杂讯就会非常的明显。那这个是现在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那这一次呢，换到这一颗不管新的镜头或新的感光元件，它在暗处的处理，它不会刻意过度的去好像锐化，但是它至少在本身杂讯的处理非常的自然。那我觉得在如果你要常常使用长焦镜头拍摄的话，这个升级算是小有感。那另外我们在录影上面，我们也直接对比这3支了。那这个到底它有没有办法变演唱会神机呢？其实它的表现真的还是算不错。你拉长一点的话，对比前一代的话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但如果要去讲到对比 S5 Ultra 的话，我必须说它的差距没有到非常大，但是我们细去看，不管是在照片或是影片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是 S5 Ultra 它的表现还是比较好。那但我们还会需要在多一点的情境再多去做测试啊。但这个目前得到的心得是这样。我本来预期会再稍微高一点，那尤其这个是感光元件跟镜头的一起升级。那前置镜头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因为它其实不管是正方形的感光元件，它有很多这种自动化的设定，你可以去开启。那不管是你今天在自拍的时候，突然有人要进来，他就可以帮你拍的广一点啊，或者他觉得说你现在可能是拍垂直的情况下，那现在很多人要拍一个团体照的时候，你需要更广的画面，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得更广。那这一点它都可以去开启这个设定，让它自动去做判断，所以非常的方便。但我也能想到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会有点麻烦，但毕竟这个设定它跟以前的 iPhone 相机不太一样嘛，以前有些东西它就会强制开启，那现在它至少把这个选择还给你，你在使用这个前置镜头的时候，想要怎么拍，想要怎么去改设定，你都有这个选择。那前置镜头的录影跟成像呢，我们现在拍起来，我们也觉得它比上一代的镜头都还要来得好。那不管是它可以拍得更广，或者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色调，还有它的这些细节的部分、杂讯的部分都稍微降低一点。那毕竟它感光元件也是稍微他说比上一代大了非常多，那也可能它的影像处理上面的进步，那不管是 AI 上面的算法，还是它实际上面的进步，你实际得到的成像都会是更好。所以我为了前镜头这个，不管是拍照或是录影的话，我觉得它的进化算是非常的有感。那尤其它是一个开启完全新形式的方式上去拍照跟录影。那再来我们就是讲前后一起拍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刚才测试，当然这个功能很好玩啦。那如果是2个人都很近的时候，我觉得它拍的限制就比较多，因为你要瞧这个镜头的角度啊，2个人要怎么对到，毕竟这个镜
镜头它在3颗镜头可以做切换，那你什么角度适合比较拍你前面的什么人，这个大家要自己先瞧好。但我们尝试如果是要拍远一点，像是可能它最大的用处就是拍演唱会去拍活动的话，因为它真的蛮好用，但是在镜头上面切换大家就要注意了。如果你今天从0.5倍开始拍的话，它可以让你切换到1倍再切回来。那当你从0.5倍你要切换到4倍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真的做相机的切换、镜头的切换，它会0.5到1的切换，所以它最多就是在2颗镜头里面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大致上，大家如果你真的是要拍演唱会的话，就记得可能从1倍开始拍，或从4倍开始拍。那你之后可以降为1倍，那或你1倍可以升到4倍，可以得到更好的画质。因为你在上面的数位变焦，你在播这个感的时候，它还是会让你升上去，但你升上去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它现在没有用更好的镜头去拍，那你拍到的画质就会更差。那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算非常的好用啊，非常的实用。那我希望它未来可以解放出更多不同的拍摄跟储存的形式。现在看一下，目前几乎所有的手机或者相机里面搭载都是接近4:3比例的感光元件，大约是这样子，代表你今天在摆放的比例跟方向上面，不管你今天手机要是直拿或是横拿，都会改变拍出来成像的方向。那通常很多人习惯自拍，通常都是直拿嘛，因为这样可以用到完整的感光元件啊，还有影像跟画质。但如果当你今天拍完之后，你事后反悔说我想要横式的影像或照片时，有人会说那我裁切就好，对不对？但你想如果裁切的话，已经拍出来的影像再去做裁切，不管是影像的上下会裁切掉，或者你可能在拍摄的这个当下就拍得不够广，那裁切之后呢，又会减损很多的画质。当你今天真的想要横拍，又想要保留最完整的画质和拍摄空间，你一定就要更换你手机摆设跟握持的方向。同理啦，如果你今天横拍拍完之后，事后说我想要直视的影片、直视的照片，一样会碰到裁切跟拍摄不够广的问题。但现在苹果提出一个完全不用妥协的解决方法，那应该是现代很多摄影师希望在每一台相机和拍摄设备上面都有的，就直接给你正方形1:1的感光元件。那不止这样，苹果给你镜头的广度也更广了。那正方形的好处就代表你今天不管是直着拿或是横着拿，你要拍的是直立或是横的照片跟影片，都不会改变你用到感光元件的面积。那你就非常简单，直接用你最习惯握持手机的方式。那甚至是如果你是习惯用脚架来拍摄，你都没有必要因为你要拍摄照片的比例跟方向而改变你架的方式。所以我会说这个对自媒体来说非常实用。那同时在这个可能全民皆自媒体的时代来说呢，对每个人都会非常的实用。那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个功能，如果开放我觉得会更好用，就是直接让你拍摄整个感光元件正方形的影片，记录下整个1:1感光元件的画面。那这样事后就更加的方便，不用在拍的当下决定你的比例跟方向。那事后同一段影片呢，可以直接当成直的或横的使用，都可以保留到最好的影像。那如果再进一步的许愿的话，我希望未来连后镜头都可以有1:1正方形的感光元件，真的会让 iPhone 瞬间变成创作者神机啊！拜托了苹果哦，真的是很热。让我们快速密集的测试回来，我们赶快帮大家做一个快速的结尾，因为很多人都在等说到底觉得今年应不应该买。那我们就慢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开始讲起。那散热大家看到我们测导的结果真的是非常的强。那我们没有细去讲，是因为我就看到说它的温度一开始慢慢的上去，我本来有点担心，觉得说它是不是36、37就一直往上升？因为先前15 Pro Max 我们可以看到它到48、49，但这一代它到大约39、40之后呢，就顶在那边。那中间我们甚至还有一度看到它有点慢慢的下降，就是它竟然往下走。那所以我们在想说，这个 BC 散热板就是因为它感测到一个温度之后呢，它里面的这个水蒸气就开始去运作嘛，开始在跑。那可能就是到那个上限之后，我们就看到它的散热真的开始发挥作用。那我们也看到它整机就是在我们拍摄完之后，它降温的速度也真的比以前快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的温度的分布，不管是在背后或者在前面，你可以看到它在上面这个镜头框的地方呢，我觉得这次整个做铝合金或者整个做金属的这种包覆，可以让它的温度走得更加的均匀。那这一点在实际使用起来真的超级有感。那即使我们有时候看到它上面可能是40度，那可能手拿起来的时候，它降温的速度之快，你就会马上开始觉得它好像就很快就开始变凉了。但另一点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软体的问题，有时候看到它的温度管理有一点蛮积极的，像我们一开始在设定在充电的时候，就马上看到它觉得温度过热啊，叫我们先停止充电。但我们一拔掉，好像就1-2秒。它就瞬间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也是感测到里面温度散得非常快，但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就是软体的问题，因为整个机身的温度我觉得它控制得非常好。好，那再来我觉得前镜头的地方，这一点我真的是超级爱，因为我可以直接在我直拿的时候，是我的手持的方式最稳、最简单、最方便的时候，然后按这个相机控制钮要去开快门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个最好拿的方式。那我可以拍直的、拍横的，或是拍得更广。它设定这种自动的方式，像我们刚刚有人一进来的时候，它就马上变成很广的镜头，直接去拍它。那我很喜欢这一点。在前面录影的话，我喜欢的地方是你可以拍直的、拍横的，这当然嘛。那我今天想要直拿拍 vlog 的时候，我今天有时候架在车上，我要拍一个自己的影片的时候，我不用特别去
改变我摆放的角度，然后我在看镜头的这个方位也会变得非常的自然。这一点我觉得是在我们创作者来说，或是影片拍摄者，或者你可能家庭 vlog 来说，我觉得都会非常的实用。但一样小可惜啦，我觉得如果它能开放这种 open gate 或者正方形的这种录影模式，我觉得瞬间会让它吊打超级多的运动相机。因为如果这种方式可以拍摄，那苹果自己的软体又非常强，事后让你选择说，我要保留直的或是横的，或是各切一段出来，然后它可以人物居中自己去跟着你的这个连轴的时候，你一拍完它就生成2个直视跟横视的影片，让你可以直接开始使用。我觉得这一点会超级强。那我们期待不管未来软体更新或是下一代可能有一些，这应该需要蛮强的效能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想要许愿的地方。前后一起拍的话，我们刚刚有试嘛，就是它的角度真的是有点难瞧。不管你今天是直拿或横拿的时候，我觉得都要瞧一下它的那个角度，就是眼睛平视的这种方位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演唱会，或许你真的比较好瞧那个角度，因为你就是拍很远的这个东西嘛。它现在目前没有办法让你很自由的去切换大小萤幕是用哪一颗镜头拍，但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软体更新可以去做到。因为像三星那样，其实有非常多这种不同拍摄的模式，或是分开存的模式。那以 iPhone 处理器来讲，要做到这点，我觉得应该是不难。等软体或是等第三方的 App 去支援。好，那后面的镜头的话，那大家也看到嘛，其实主镜头跟超广角大同小异啊，它可能演算法的色调偶尔看得出来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如果要为了这2颗镜头的画质什么提升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就不用去考虑这个。但如果是长焦镜头这一点，你想要去升级的话，它真的在4倍，它的表现是很好。那我觉得4倍对比5倍，我觉得它自由度是更高。那同时它在拍到5倍的时候呢，对比上一代的5倍镜呢，其实得到的效果也是更好。不管你今天拍影片跟照片都是一样。但是如果再延伸到可能8倍以上的话，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画质还是。要怎么讲呢？偏柔、偏软一点，就是我会想要它再清楚、再锐利一点啦。因为如果你是要拿来当这个演唱会神机拍片的话，你总是希望你今天放到很多倍数的时候，它拍摄的是更清楚的。单纯以这一颗要当演唱会神机来讲，那可能现在目前看到的三星的 S25 Ultra 还是算是。比较适合的。那详细的比较，我们会再直接拿这2支来做一些测试，因为有时候各有强项，那这个不一定是你单一在意的地方。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消息传出来，明年开始苹果要使用更多三星的感光元件跟镜头。这一点的话，我是很期待，因为三星的感光元件，老实讲，大家知道就是做的程度跟水准是很好。那加上苹果的演算法、苹果的处理器、苹果的影像处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有点强上加强的感觉。所以这点大家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的消息啦。省电效果，我们因为今天就是第一天充电排出去回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它的电池控制不错。那不管是它处理器，他们这次的省效核心更加的省电，然后更加的强效。那同时里面的电池更大，整体来讲，目前看起来的它的续航力都是还不错的。而且充电速度也蛮快的。对，而且我觉得充电速度快这一点，就是你即使今天好，它真的耗电，你出去玩的时候要拍多一点，耗电多一点，但你今天至少回到饭店的时候，你在充电的时候，它可以最高飙到接近40瓦的充电速度。那这虽然是峰值，可这已经是苹果前所未见。那甚至在很多其他旗舰品牌不一定有给你到那么高的充电瓦数，所以这次算是蛮难得一见，就是苹果让它的瓦数到那么高。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散热也更好的关系啊，所以他们敢去放出这样的功率。那这个充电速度其实不管在有线跟无线都能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结论我们就快速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现在快速测下来，哪一些人我觉得蛮推荐换的。那第一，我觉得是15 Pro 系列。那就像我刚刚测散热讲的，15 Pro Max 我们可以测到48度、49度的那种高温，不管是使用的体验、耗电，或者长时间对电池健康度的影响。我会觉得换过来这一次这一代，看到它的散热竟然是可以有的时候拍到一个程度它会向下降，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那我觉得你如果是从15 Pro Max 或15 Pro 系列有得到这种不好的温度体验的话，这次换过来我会觉得是蛮值得的升级啦，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其实它也是有进步。那更旧一点的机型呢，我觉得就要看说你手上的机型稳不稳定，还有说你对这些相机的需求大不大。那当然这次这些镜头的升级啊，如果你是在更14之前的，那可能这一次你一次升就3颗镜头都是4800万，这一点可能对你而言就超级有感哦。那同时我自己个人最爱的，我觉得前镜头这一点啊，因为现在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境，其实使用前镜头的这个情况都还蛮多的。那不管它现在感光元件更大，还有它可以拍摄的格式更广，我觉得它提升的自由度会让我平常在使用它，或在我相信很多人在平常 vlog 的时候，其实这样做记录又同时看到的画面，这点是非常的方便。那这整体下来的话，我觉得更旧的机型其实都会得到一个蛮好的升级体验了。但是不是一定要买到 Pro 系列呢？我们这一次其实也有测这一台数字系列的17，
那不管是规格上面或实际用起来的感觉，我必须说 CP 值来讲，因为我们会针对这一台在做一个比较深的分析影片，那尤其以它的价格带对比，不管是旧点机型或是现在 Pro 系列的机型，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那看我们另一支影片会有更细节的这个价格跟这个规格，还有里面的容量的分析。好，那我们今天很快速的开箱评测这一台 iPhone 17 Pro Max。整体来讲，我今年真的蛮满意。去年16 Pro Max 的进步已经蛮满意，但今年我觉得它解决几个我先前最希望解决的痛点，那就是真的有好的散热，真的有更大的电池，更好的续航力。前镜头呢，我觉得算很革命性的，苹果这次先走出这个正方形的感光元件。那我觉得做到这一点之后，我很期待未来可能在其他的镜头都做这样的配置，在我们平常拍片或是拍影片上面。那尤其库克他也讲到嘛，他希望 iPhone 是可以让每个人都更爱摄影的一个装置。那如果他在这些所有的镜头都做这样的提升的话，以后这个不管是社群媒体啊，或者大家在自拍，大家要拿来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会取代超多现在的摄影装置。好，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先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或进入我们的苹果讨论群。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